凯特，好久没吃红肉啦，炖一锅你拿手的红酒牛肉来吃吃吧。哪有很久没吃红肉啊？我们前天才吃红烧肉的，你忘了哦？那红酒炖牛肉还可以吃吗？你不是说红肉不能吃太多？我明天炖给你吃，我们炖一锅，剩下的冷冻起来，每天不要吃超过70克就好，70克刚好含有2份蛋白质哦。70克好少哦，几块肉就没了，每次我都吃不过瘾。为什么红肉每天只能吃70克呢？当主餐都不太够。那是因为2015年10月26日，隶属世卫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审查了800多篇有关红肉和加工肉类对人类致癌性的文章。由 IARC 专题计划召集的22位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，将食用红肉归类为可能对人类致癌的物质，也就是 2A 类致癌物。所谓 2A 类致癌物，指的是对人类致癌证据有限，但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会对其他的动物致癌。他们发表在《柳叶刀》上面一篇关于食用红肉与加工肉的致癌性，就指出10项群体研究的汇整分析显示，红肉摄取量与大肠癌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剂量反应关系，每天100克红肉罹癌风险就增加了 17%。 基于这些证据， IARC 建议人们减少红肉的摄入量，而英国的公共卫生机构 NHS 则明确指出，这就是为什么建议每天吃煮熟的红肉或加工肉超过90克的人减少到70克或更少，可能有助于降低大肠癌的风险。红肉就是指牛肉和猪肉这些吗？我还听说鸡腿活动量大也算是红肉呢。那就要看你依据的是什么定义咯。根据世卫组织 IARC 的定义，红肉是指未加工的哺乳类动物的肌肉，如猪肉、牛肉、羊肉这些。而这些红肉之所以呈现红色，主要是因为肌肉中含有更多的肌红蛋白。肌红蛋白是一种含有铁的蛋白质，可以让肌肉呈现红色。因此，肌红蛋白含量较高的肉类通常归类为红肉，而肌红蛋白较少的肉类则归类为白肉。所以，如果依据肌红蛋白来分类，鸡的鸡腿和尾鱼因为含有较多的肌红蛋白，也算是红肉哦。那鲑鱼那么红，算是红肉吗？鲑鱼肉呈现橘红色，是因为它们的肉含有虾红素。一来因为它们喜欢吃磷虾和甲壳类动物，二来鲑鱼也具有合成虾红素的能力，因此它们的橘红色不是因为肌红蛋白，所以依然算是白肉。那这么说起来，鸡鸭肉除了腿以外都是白肉，鱼类除了尾鱼以外都是白肉，可是红肉为什么会致癌呢？明明它们富含肌红蛋白，铁含量比较高，不是应该更营养吗？没错，红肉白肉都是优质蛋白质来源，含有多种必需氨基酸，也都容易消化吸收，而且红肉富含铁、锌和维他命 B12， 含量也的确多半比一般白肉多一些，而这些营养对人体也都非常重要。像矿物质铁，铁是血红素和肌红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血红素是红血球中的主要蛋白质，负责运送氧气。肌红蛋白存在于心肌和骨骼肌中，也具有运送氧气的功能。充足的铁可以促进红血球的生成，也就是补血。充足的铁也可以提高血红素的吸氧能力，使人体获得充足的氧气。而维他命 B12 参与 DNA 的合成与细胞分裂，是成熟红血球形成所必需的营养素，它可以促进红血球的成熟。因此，铁和维他命 B12 都是造血功能必需的营养素，缺铁和缺维他命 B12 都会导致贫血。另外，维他命 B12 除了参与造血功能以外，还有维护神经系统的功能。维他命 B12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和修复。当神经细胞受损，维他命 B12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的生长和分化，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。所以，维他命 B12 对维护神经系统的健康极为重要。此外，锌也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。锌在人体内含量仅次于铁，但它却参与了人体300多种酶的催化作用。锌参与细胞的增殖和分化，可以促进骨骼、肌肉、器官等组织的生长和发育。锌也参与免疫细胞的活化和功能发挥，并促进伤口组织的生长和修复。锌也是味觉和嗅觉感受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同时还参与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，可以调节血糖。同时，锌还参与性激素的合成和分泌，所以锌也是人体非常重要的矿物质哦。等等，你说红肉富含铁跟锌，还有维他命 B12， 我记得海鲜也不低呢。那么海鲜呢？海鲜和虾蟹类算是白肉还是红肉？
如果就肌红蛋白来说，海鲜和虾蟹类肌红蛋白含量较低，因此它们的肉多半呈现白色或粉红色，所以归类为白肉。但是它们的铁、锌、维他命 B12 有的比红肉还要高，这也是事实。所以红肉在营养价值上并没有不可取代性，因此为了怕增加罹癌或心血管疾病而节制吃红肉的量，就更有其必要了。而你问我，红肉为什么会致癌？这真的是成也肌红蛋白，败也肌红蛋白啊！啊？怎么说？肌红蛋白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红肉因为肌红蛋白而富含铁，却也因为肌红蛋白和红血球里面的血基质特别高而有了致癌风险。血基质是血红素的核心结构，它的中间包含着一个铁原子，血基质也叫做原血红素。红肉中的肌红蛋白和红血球都有很多血基质，血基质是红血球中的主要蛋白质，负责运送氧气。在高温烹调下，血基质可能会和其他物质，例如脂肪或氨基酸发生反应，形成致癌的化合物，例如多环芳香烃化合物等等。这些致癌物质可能对人体的 DNA 造成损伤，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。高温烹调，那是多高温呢？150度 C 以上就是高温烹调，像油煎、爆炒、油炸、烧烤等这些利用高温油或直火直接烹煮红肉，很容易就超过150度 C。而像是炖的、卤的、蒸的、水煮的这类的烹调方式，温度比较低，多半可以控制在150度 C 以下，就比较不会产生致癌物质。但是也要避免长时间的烹煮，否则一样会生成致癌物质。另外，铁本身也是氧化剂，如果红肉摄取过量，会让体内的铁大量累积，但铁不是越多越好哦。铁容易氧化，这会导致人体内产生过多的氧化物自由基，破坏人体细胞甚至 DNA， 以至于致癌。还有，在人类大多数的肿瘤里面含有人体组织没有的 N 氢基乙烯神经氨酸，简称 NEU5-GC， 而红肉或内脏里面却含有这种特殊的糖分子。当人体摄取含有 NEU5-GC 的食物时， NEU5-GC 会进入人体血液循环里面，因为人体里面没有 NEU5-GC， 也没办法代谢它，所以 NEU5-GC 在人体内会诱发一些发炎反应。这些慢性发炎状况可能与气喘、心脏病、关节炎等有关。目前研究人员尚未确定 NEU5-GC 是否会致癌，但有科学家怀疑 NEU5-GC 可能会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、侵袭和移转，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 NEU5-GC 在肿瘤发生、发展、治疗中的作用。此外，高热量高饱和脂肪酸当然也是红肉为人体带来的风险。高热量高饱和脂肪酸的饮食会导致肥胖、高血脂、代谢症候群，增加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。这以后我们会在肥胖致癌的影片做深入的说明。而红肉含有高饱和脂肪酸，却是红肉不如白肉的致命伤，所以我们必须控制红肉的摄取量，不能吃太多哦。被你这么一讲，我都还不知道要不要吃红酒炖牛肉呢。其实我们吃的量不多，也不是天天吃，吃的部位也尽量选择较瘦的肉，更很少用烧烤、油煎的方式烹调，所以应该都还好啦。况且吃的时候，我们也都会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取。蔬果是富含植化素的抗氧化食物，这也可以大大降低红肉在体内氧化致癌的风险。同时，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，也可以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吸收。我们在讲膳食纤维那一集有说过，水溶性膳食纤维溶解在水中会形成胶状物质，这种物质可以帮助减缓食物消化和吸收的速度，从而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吸收。此外，水溶性膳食纤维还因为跟胆酸结合，进而能够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和血脂的浓度，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减低吃红肉的风险。此外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除了过年以外，几乎都不吃红肉的加工食品，像香肠、火腿、培根这些，我们平常是碰都不敢碰。这些红肉加工食品致癌风险更高，以后有需要我们再做一集影片深入探讨。所以在我们家由我控管，你就可以大胆吃我为你准备的红肉啦。你还说我现在都不能吃我最爱吃的香肠了。